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云岚宗发出信号，正式对米特尔家族发起围剿。米特尔腾山问海波东现在该怎么办？海波东冷哼一声，既然不想投降，那么便只有拼死一战。一旁的亚非有条不紊地命令所有人严守自己的岗位，一旦有人入侵，无需禀报，杀。看到云岚宗这次出动的上千名强者，整个帝都顿时骚动了起来。海波东让萧鼎等下如果情况不妙，就和亚非找机会逃出去，全部死守在这里并不明智。万一米特尔家族真的被灭，日后也要有人替他们报仇。萧鼎和亚非正想说话，庄园外就站满了云岚宗的人。海波东带着米特尔家族的人直接闪现在庄园外围。这次云岚宗领头的两位长老云都和云煞也都是斗皇强者。米特尔腾山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们两人。云都和云煞3年前顶多只是个4星斗王而已，怎么可能短短3年就突破到斗皇？海波东察觉到他们两人的气息有些不对，想来肯定是云山用了什么诡异的秘法，强行为他们提升了实力。云煞望着海波东和藤山，让他们交出萧家的人。在海波东嘲讽云岚宗这些年的作为丢尽了前面宗主的脸后，云都和云煞下令让云岚宗众弟子今日血洗米特尔家族。随着他们的话音落下，庄园外的云岚宗弟子顿时发起攻击。云都和云煞两人同时发动攻击，朝着海波东而去，而藤山则被云岚宗的2名斗王给缠上了。就在米特尔家族和云岚宗展开生死拼杀时，皇城中的嘉刑天脸上写满了挣扎和徘徊不定的犹豫。妖夜忍不住问他，真的不出手吗？这些年云岚宗的野心他看得很清楚，若是能够联合炼药师公会以及3大家族，或许他们还能和云岚宗抗衡，但若是做事他们被云岚宗清除，皇室怕是也会沦落到这种下场。嘉刑天何尝不清楚这个道理，但云山斗宗的实力让他不敢轻举妄动，一旦他死在云山手中，皇室便会失去守护，到时候下场怕是更难。他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说再看看吧。与此同时，炼药师公会的砝码以及纳兰家和穆家都决定先等等看。就在米特尔家族和云岚宗的火拼进入白热化时，萧炎等人也到了帝都100里之外。云岚宗这些年大规模招收弟子，导致他们的实力很一般，而米特尔家族的护卫都是精心调教过的精锐人员，即使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，云岚宗的人也无法突破最外围的防御。天空的主战场上，云都和云煞斗皇的实力虽然有水分，但毕竟也是斗皇，两人联手下与海波东打得难分胜负。而另一边的米特尔腾山很快也落败了。击败米特尔腾山后，云符2人就去帮忙攻击海波东，2名斗皇2名斗王4人联手，就算海波东实力再强，很快也会落败。皇城中的嘉刑天闭上眼睛，苦涩地说着，海波东要输了，日后加玛帝国便是属于云岚宗的了。就在云岚宗4人的合力一击牢牢锁定海波东时，一道雷霆声由远至近，在整个城市上空响起。而在雷霆声之下，云都4人的攻击瞬间土崩瓦解。萧炎在整个帝都所有人的错愕中，带着满身火焰闪亮登场，来到海波东身前。云都几人一愣，脸色阴沉着说，云岚宗之事你也敢管，找死。萧炎沉默不语，一击8级崩将他们4人直接打飞。萧炎笑着说，3年不见，没想到云岚宗最擅长的事依然是以多欺少。听到萧炎的话，海波东只觉得这个声音熟悉，下方的萧鼎和亚非却陡然僵住，两人的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。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萧炎身上的火焰逐渐消散，他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。3年了，云岚宗、萧家、萧炎回来讨债了。萧炎的轻笑声回荡在帝都的每一个角落。皇城中的嘉刑天终于放松了下来，云岚宗的野心这次怕是没那么容易实现了，皇室终于也能保住了。妖夜在听到嘉刑天说出萧炎的身份后，立刻提议调动军队压制云岚宗的攻势。虽然这时候出手已经不能算是雪中送炭，但也比什么都不做得好。砝码和穆家的家主穆尘都忍不住露出微笑，而另一边的纳兰家气氛却是格外的僵硬和沉闷。纳兰素苦涩地叹了一声，想当初萧炎差点就成为了他们家族的女婿，纳兰杰更是十分颓丧。他不知道萧炎如今还会不会理会他们，但为了家族着想，他还是让纳兰素去尽力接触一下萧炎。
想到当年他因为惧怕云岚宗，始终未对萧炎出手相帮，心中就十分后悔。天空上的萧炎冲着惊呆了的海波东微微一笑，随后萧炎缓缓弯腰，感谢他这么多年对萧家的照料。海波东终于反应了过来，说：“你这小子可算死回来了。”云都四人脸色一阵变幻，萧炎的突然出现打破了他们原有的计划，但他们一早就防着会有人出手相帮，暗地里还安排了不少人手。云都放出信号，召唤出隐藏在暗处的5名斗王。萧炎看着对面那9道身影，他没想到云岚宗这么多年还是仗着人多，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萧炎轻拍手掌，10几名斗王强者从帝都之外的天际飞来。这一次，萧炎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萧炎将云都和云煞交给海波东，至于其他斗王就留给林燕他们，而他自己则是直接冲向下方即将破防的庄园。萧炎看着亚菲，嘴甜的说着：“3年不见，亚菲姐越发的漂亮了。”亚菲有些失神，眼圈泛红，声音嘶哑着说：“你这臭小子还舍得回来啊？”萧炎知道这些年亚菲背负的压力很大，若不是有海波东的支持，恐怕他也很难坚持下来。他轻叹一声，对亚菲说：“这3年为了萧家辛苦你了。”萧炎的一句安慰，让亚菲这些年的委屈顿时烟消云散。在关心完萧鼎之后，萧炎便出去准备收拾云岚宗的人。他让米特尔家族的人全部后退，随后手中的无形火焰猛然膨胀。云岚宗弟子的诡异自焚，吓得后面的人四处逃窜。随着云岚宗弟子潮水般的退去，庄园地面布满了灰白色的粉末。想要示好的妖夜终于带着皇室的军队出现。妖夜以云岚宗不顾律法为由，将剩余的云岚宗弟子全部带走，而萧炎则加入了空中的战场，一拳废掉一个斗王强者。随后他看向帝都之外的云岚宗，爆发出一股凶悍的气势。云岚山上闭目修炼的云山和被关禁闭的云韵都感受到了萧炎的气息。此时云府几人的魂牌突然完全爆裂。就在其他长老和云山商量要不要去解救云都几人时，云都和云煞的魂牌也全都裂开了。云山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，将大殿中的骚动压下，随后下令云岚宗进入最高警戒。他等着萧炎找上门来，到时候他会亲自收拾萧炎。等到众人离开后，一团黑雾涌出，听到黑雾的怪笑声，云山恶狠狠地说自己会将萧炎的斗气废了，再交给他处置。黑雾再度发出一声怪笑，让云山最好不要轻敌，否则到时候下场会格外凄惨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